真的有人会在足球场上发呆吗？阿杰不确定乌里人的想法，但想趁此机会试一下，这个距离还有机会。乌里人瞄到了阿杰的移动轨迹，在阿杰上前时侧身避了一下，阿杰有点意外，难道自己暴露了吗？不对，这家伙好像是故意引自己上当的。乌里人暗笑，笨蛋，抱歉，我奉行的原则是不打没把握的仗。乌里人带球前冲，阿杰想强抢一手，然而乌里人的身体素质过硬，很难找到突破口。乌里人觉得这小子太天真了，他嘲笑阿杰不懂事儿，跟对手的强相比完全是徒劳，瞄准弱点才能大幅提高获胜的几率，这不叫手段卑鄙，而是胜负世界再正常不过的铁则。乌里人说的毫不客气，解释一，这支队伍的弱点就是你。这话阿杰可不爱听了，而乌里人还没完，还得继续刺激他。如果周围有能力突出的队友，在加成效果的作用下，你的水平确实会有所提升，但是单独作战时，你的综合能力就很平庸。乌里人着重强调了平庸2个字，还说自己昨晚连夜看完了所有人的录像，我要从你下手击溃整支队伍。乌里人得意洋洋的大笑，而世道从后面凑上来问，在聊什么呢？那么开心，带上我呀。乌里人完全没把他放在眼里，还声称他们不给力，自己就要突破他们的包夹了。阿杰愤恨不已，要是2人夹击的话，说不定会把球抢过来。他和世道一前一后，然而乌里人看穿了他们的套路，闪摆左右脚做了个漂亮的假动作。阿杰和世道则被迷惑得一头雾水。世道唏嘘一声，乌里人的确有点实力在身上，他似乎能够随时随地掌控身体重心，引诱敌人上当，而且还有压倒性的假动作技术。阿杰大受震撼，这个开眼了，这就是第3名乌里人的足球。乌里人一路带球，轻轻松松来到球门前，然后毫不犹豫的射门完成进球。现在比分来到1-1，乌里人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他继续嘲讽阿杰，我会狠狠戳你的弱点，直到他成为致命伤，笨蛋。阿杰汗流浃背，目光更加凶狠了，这家伙绝对是个狠角色。世道对乌里人也提起了兴趣，还语气可爱的夸赞他，小乌不错哟。阿杰觉得乌里人太难处理了，他有超强的护球能力和出类拔萃的假动作技术，不是一般的难对付。想着就给他加了个外号杀手。丁志扬却走到迷惑的阿杰面前，乌里人的踢球风格是依靠敏锐的分析能力，锁定对方队伍薄弱的环节球员，然后集中所有力量去攻击他，直到所有比赛结束。丁志扬的结论是乌里人已经盯上阿杰了。阿杰有点意外，丁志扬竟然主动来搭话，还说得有条有理，便问他是不是认识乌里人。丁志扬告诉阿杰，他和乌里人在来蓝色监狱之前就认识了，他们都在关西同一家青年队踢球。他还强调，他唯一能说的就是别管他怎么攻击你的弱点，用自己的长处去跟他较量。阿杰若有所思，跟丁志扬道了谢。的确，要在这场比赛中克服自己的弱点，显然是不可能的，自己只能靠自己的长处，无球跑动、空间认知和直接射门战斗到底了。世道油盐不进，他只觉得现在这情形越来越有意思了。米士林觉得关心这事儿太无聊，只管踢就完事儿了。说完，他就把球传给了在旁边龇牙咧嘴的世道。世道亲昵的喊阿杰，我们就用跟刚才一样的套路上吧，小杰。阿杰看出了他的小心思，世道是想靠自己个领的传球配合打乱对方的阵型，然后自己进球，但他也不会茫然只顾传球，忽视了潜在的危险。阿杰刚拿到球，乌里人便迅速靠了过来，这都在阿杰的预料之中。不过他没想到乌里人上来逼抢的速度快得离谱，一边封堵住了他给领传球的路线，一边和他并驾齐驱。阿杰气急，乌里人真的很难缠，仅凭刚才1个回合，他就已经看出了自己不喜欢什么样的打法了。既然如此，那他就要强行给领创造出可以传球的路线。但乌里人像是可以看穿他心思一样，直接撞了上来，还动了手。这一身的腱子肉让阿杰有点吃不消，两人激烈碰撞，阿杰脸都挤变形了。阿杰满头大汗，怒目圆睁，他知道乌里人用身体接触施压，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把球传出去。这时候如果身体被他挤得失去位置，球就会被抢走，要怎么突破呢？乌里人胜券在握，这大嘴可真能叭叭。他又重复了之前的话，一旦变成个人战，你就很平庸。乌里人说的话很嚣张，动作幅度也很大，和他对抗的阿杰有点顶不住。这家伙思路很清晰，体力也很够。他用手控制了自己和他之间的距离，不让自己靠近，然后他又护住了球并调转了方向，而且从刚才开始就一直是这样。他要么是在计算与对手的间隔距离，要么就是防止对手逼近，又或者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抢球。想到这儿，阿杰突然明白了，这家伙的所有技术核心都是控制距离的手上动作。乌里人得逞后回眸对阿杰笑道，你是在拖后腿呀，杰士一。在他们对抗的时候，世道和七星赶上了补位，世道有自信拿下乌里人，毕竟现在可是3对1呀，来驱赶乌鸦吧。阿杰看到队友来支援，顿时有了安全感，3对1包围了他，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击溃他，把球夺回来。4人挤的位置很近，但乌里人丝毫不慌，只是看了眼周遭，不屑地说，蹑手蹑脚，忍者轻轻走。好小子，乌里人念完咒语，整个人轻快的蛇形走位。
围绕开了3个人，这极其诡异的走位看得我笑出声了。冰之阳大喊不妙，急忙呼叫米士林，也不知何时竟悄悄来到了领的身后，还成功拿走了球。大家都失算了，就连擅长观察球场站位的米士林都没想到爷这家伙到底什么时候来到自己身后的。爷速度惊人，跟变戏法一样的闪现，飞奔起来，身上都有残影了。短短几秒，所有人都被他甩到了身后。阿杰震惊，领竟然被他甩掉了，这无球跑动和灵敏性也太强了。冰之阳知道这家伙有点东西，他利用乌里人的持球能力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然后在暗处将球抢下来。这就是影子射手，绰号忍者的乙叶的足球。乙叶带球狂奔，顺利进球。冰之阳友情提示，乙叶真的是忍者的后裔，但他很抱歉被乙叶过掉了。世道嘴上说着糟糕，但兴奋的不行，这优越的技术让他激动澎湃。米士林压力山大，就算能阻止乌里人，也还有乙叶，都是很难对付的选手。乌里人和乙叶的破坏力非同小可，一时间比分迅速到了1比2。乌里人对乙叶笑道：“笨蛋，慢了1秒啊！”乙叶只是冷淡地让他闭嘴，要以后按照他的节奏来。冰之阳觉得这俩打配合厉害很正常，毕竟他们这对搭档在第2轮选拔赛中就战胜了不少对手。他认为论攻击的完成度，这俩搭档在蓝色监狱里也是数1数2的。阿杰认同这点，这毫无破绽的组合确实很强，细心感慨不愧是第3和第4呀。米士林只是哼了一声，没有说话。比赛继续，林开球就狂奔，一群幼稚的杂鱼。阿杰朝林喊话：“林，我们上，再利用我发动一次进攻。”林听到他的声音，正要传球，突然一道白影晃过，乌里人咧着大嘴笑着：“试试看呐。”林只好放弃将球传给阿杰，扭过了头。阿杰寻思自己是被无视了吗？不，这是因为自己这边有乌里人，所以才把自己排除在选项外了。米士林将球传给冰之阳，让他配合自己。冰之阳反应很快，立马跟上了他的动作，两人配合默契，复制了上轮林和阿杰的套路传球，顺利过掉了2人。阿杰震惊，这怎么回事？冰之阳竟然马上就复制了自己之前用过的2过1，这是何等优越的分析和学习能力！而且冰之阳有相当出色的传球组织能力。林拿到球后，也瞬移到他面前，试试看你能不能过掉我吧，天才小弟！也还冷嘲一句太慢了。天空一声巨响，世道大嗓门喊了一声嘿，1对1，你是过不掉那个忍者的传球 No.1。但除了忍者，旁边还来了个千切，千切大喊：“给我一边去，触角怪，我会阻止你的！”林放眼球场，这时候是有机会的，这里还有一条进球路线。米士林顿足，在前面挡着世道和千切的情况下，果断抽射一球。他要的就是这个位置，利用世道的跑动，趁门将看不到自己动作的瞬间将球踢出去，这就是 No.1 的判断。这突如其来的射门惊吓了所有人，这思路太牛了，门将都蒙圈了。没人想到林会在这个位置借助视线盲区射门，这下比分平了2比2。也若无其事的吸血2声，有2下子呢。乌里人笑着哼了一声，果然不一般呐。米士林吃瘪的阿杰感觉难受极了，直到现在为止自己还是什么都做不了。好，立马正确了，要开始拼图了吗？